嗨，我是4代到9代瞬间老了22岁的 TGS 加甘乃迪。这次安魂曲对我来说是地位非常特殊而且别有意义的代数，即使游戏跟剧情有些缺陷，但是破完之后真的有太多想要抒发的心情，好好在影片上分享给大家。我想花一点时间以我个人角度来回顾恶灵古堡1到8代的玩法与转变，以及数字命名的星座要背负什么样的责任与期待，这样比较能完整解释为什么9代在我心中有个特殊地位。然后我很喜欢9代对应安魂曲这个标题，后面再来讲为什么。最早的恶灵古堡1到3代都是固定视角，通常注意力会放在一堆想要咬你的僵尸身上，然后画面突然跑出东西吓你，吓得很爽很过瘾啊。开枪几乎只能决定方向而已，只有散弹枪可以上举爆头，没有办法再做其他更细节的操作，所以玩法上就是尽可能省资源，然后死个没完没了，再从前世的记忆知道下一次怎么玩会更好。1代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有些事件没达成或是顺序错误，其他角色有可能会挂掉，这让我对恶灵古堡系列产生每一代角色都有可能死亡的不确定性，也大概跟当时没有续作的构想有点关系。连威哥也包括在内，后来还出了安布雷拉编年史跟重制版去修正历史。2代最有名的就是首次使用2片装的光碟，可以先玩里昂再玩克雷尔，也可以倒过来玩，内容多到爆炸的一代。这是2代最有诚意的地方，3就还好了，因为开发时程很短，导致内容缩水，出现结构很奇怪的拉昆式，住宅之间一堆三不管地带的奇妙小路，市长雕像下面藏电池，公园旁边盖废水处理厂，这些以前都吐槽过了。大部分时间被追击者追着跑，系统主打限时几秒内要决定逃生的路线，导致有多周目要素，动作多了紧急回避。总而言之，1到3代都有新意，技术突破并不大，星座周期也很短，大概1-2年就要生出一款，而且当时主机性能很有限，所以用好几张固定视角的图片切换去推进场景，让主机不用扛着太多物件资源，影响到游戏流畅度。这个做法真的很厉害很聪明。这种方式直到恐龙危机1才出现技术突破，场景改成用立体物件去呈现，也因为场景是立体的，不是只有单一个面向的图片，所以镜头可以跟着角色跑。圣女密码也采用类似的方式去呈现场景，但我觉得圣女密码最大的优点是长到很夸张的游戏长度，比2代还长。我第一次玩居然要用22小时才全破，玩法上的新意我觉得不大，所以简单看个有回忆到就好。再来到了我私心认为最可惜的2款，恶灵古堡1重制版跟领带，叫好不叫座。这时主机已经来到 NGC、PS2、Xbox 的时代，当时主机大战打得正火热，以及3上认为 NGC 的性能比 PS2 更好，所以出在 NGC， 导致后面发生一连串的事件。我到 PS4 才补坑这2款，当时我们家买 PS2。玩法完全按照旧版进行重置，故事也按照续作吃书进行合理的修改，另外多加一组被实验的悲剧家庭，非常精彩。重置1我玩完之后，直接喜欢到私心排行系列做第1名，因为我无法想象如果在2002年玩到恶灵古堡1重置版的话，画面带给我的震撼力会有多大，所以我故意用 NGC 版来录制画面。2002年台湾才刚出 RO 跟神州 Online， 我还在帮家人打天堂。洛克人 X6 刚出4个月，打黑客首部曲是当年作品，就是这么夸张，根本黑科技，超扯。领带就真的没有这么好玩了，第一次有双人系统，结果麻烦到不行，异次元保管箱被删除，然后东西要一直丢地上，这行为超诡异，变成唯一一代地板看起来最富有的一代，满地发亮。雷贝卡好不容易下了一艘贼船，又误入另一艘贼船，故事算补得还不错。接下来久违了，各位。第一次在本传上发生重大改革，就是大名鼎鼎的4代，改成肩后视角，新增各种体术。最大的改变是玩家可以设任何想要的地方，想射哪就射哪，包括射敌人的不同部位，还会影响到施展的体术。这点让可玩性获得爆炸性的提升。画面跟玩法的创新度，以当时星座来说，都足以撑起以数字为星座命名的重量，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
再来到了5代，也是心目中地位很特殊的一代。山上真司这时候已经不再负责恶灵古堡，导致游戏发生很大的改变，恐怖感几乎消失殆尽，解谜变成古墓奇兵，短到大概只有15分钟的解谜分量。游戏内容几乎为了双人模式而打造。当初我在 Xbox 360之后玩单人模式，印象当时评价非常两极。后来登上 Steam 才发现双人连线的娱乐性高到不行，超好玩。对啊，班长真的很过分，一直在欺负新兵欸。结果现在累积销量是系列中最高的，非常意外。这时是 PS3、Xbox 360还有 Wii 的时代，主机性能再次获得飞跃性的进步。不过我觉得进步更多的是克里斯的体格，徒手打石头打到全世界都惊呆了。我认为这时期才开始广大流行家用主机的单机连线。各大家用平台主机开始加入数位商城，虽然 PS2 跟 Xbox 的时代早就可以连线了，有 FF11、恶灵古堡扩散1跟2、魔物猎人2，还有 Xbox Live、Dreamcast 梦幻之星网络版。但那时候家庭网络环境没有这么自由，大多还是2-3 M 的有线网络，没有无线，也没有光纤。我也没听过周遭同学有人在家用家用主机打连线的。以我这边来说，很不盛行连线。但现在回头看5代，真的是很大胆又有远见的一代。虽然现在讲都是马后炮，总之1到5代都有新东西、新点子。1代去奠定1到3的基础，4代是首次成功的大改革，5代舍弃掉非常多的传统，去迎合连线市场，尽可能跟上市场变化的脚步。接下来终于进入重点了，恶灵古堡6倒数第2不喜欢的代数。前面1到4都是逃脱跟求生记，5代是规格外的特殊个案，为了连线打造。6代是我唯一一款里面几乎全部都是认识的恶灵古堡角色，但是破完一次我就不想再玩的代数。要破4条故事线才能拼出完整的前因后果。每个人动作搞得很像在拍电影一样，动作场面浩大，各种浮夸演出。当初还用克里斯跟里昂拿枪互指对方作为宣传卖点，结果雷声大雨点小，拍完这张照就跑去各忙各的了，求生感彻底消失，比5代还夸张。皮尔斯一看就是跟克林差不多的角色，刮掉完全不意外。6代就好像在看一部猜得到结局的电影，故事非常冗长，而且视觉娱乐极度疲劳，每个都在比夸张的。打完我唯一期待就只有杰克跟薛里的后续而已。6代真的没什么令我值得回味的地方，就像是一场烟火秀。破关之后终于结束的心情，而不是看着角色逃出把游戏完成的终结感。接下来到7、8代，我最不感兴趣的2代，方向突然大改变，改成以第一人称视角去重新找回恶灵古堡以前的生存与恐怖感。但我觉得7代还是恶心远大于恐怖，主角换成全新的路人，为了更落实一般人的无力感所形成的恐惧，然后事件发生在从来没听过的鬼地方，也没有熟悉的角色，DLC 有克里斯，但是这位克里斯我到现在还是怀疑是谁假扮的。市场上很成功，而且很出圈，有吸引到不少新玩家来关注恶灵古堡，是很称职的期待。但期待对我来说真的太过陌生，地点跟事件和以前的恶灵古堡几乎找不到关联，玩它只是为了系列作才去玩，破完一次都没动力了。期待除了洗手很唬烂，其他还不到有太夸张的脱离现实感。到了8代又突然放飞自我，我对很夸张的最终战最有印象，突然变成科幻电影，其他细节都忘得差不多了。至少8代帮7代做了一个很好的起承转合，制成一个与其他代几乎无关的故事。只是我对伊森这种安静到不行的角色真的不感兴趣，也没有记忆点。伊森跟格雷斯刚好形成很强烈的对比，一样他们都是适合第一人称恐怖类的主角，但格雷斯我觉得很喜欢，很有印象。伊森跟以往的恶灵古堡角色形象真的差太多，比扩散还路人。总而言之，从6代开始，让我对恶灵古堡的新作非常冷漠，但我不会特别去唾弃7、8代，搞不好自己才是不符合当时大众的那块饼。好，后来有出2、3、4重制版，所以恶灵古堡的数字新作都会因应市场去做改变，也不是只有恶灵古堡会这样，任何 IP 都会这样。一般非核心、非粉丝玩家不会去注意到启示录或是编年史这种旁支外传，而是对命名最直接的数字星座感到好奇。所以星座必须要跟上市场脚步，勇于做出新尝试，在一场豪赌中打出胜仗。我很开心他们这次在市场上走这步棋，做出葛雷斯跟里昂的9代安魂曲。
6代到9代中间隔了非常久的13年，等于小孩从出生到念国一的时间真的很久。不好意思，讲9代之前还要绕一大圈上恶灵古堡历史课，就为了让你们感受到9代对我来说真的很久违，绝对不是故意偷偷致敬9代最无聊的桥段。李阳打了1个多小时，只为了炸那个破门。总之，恶灵古堡9就是我想玩到的星座类型。熟悉的角色在新地方求生跟冒险，有新故事，看到角色的后续发展，并且旧人带新人，里昂带格雷斯。我一直觉得恶灵古堡的角色池跟世界观绝对有足够多的本钱，可以用旧角带新角，让新旧玩家都有机会认识，做世代交替。终于发生在9代 Leon Kennedy, DSO。然后玩到后面，果然又是安布雷拉，那个味道都回来了。时间走一口气往前推进不少时间，换来的是战绩更精湛的老里昂。面对出现过的敌人，都有看到老朋友的招呼词。I'll stop you as many times as I have to. It haven't changed much. Hell yeah. 用枪动作比4代跟6代更加利落，除了耍帅一样浮夸。能想象到里昂在故事空白的这几年，大概在 DSO 依然持续对抗生化武器，然后保持着高强度去迎接9代发生的事件。格雷斯是一位很棒的新角色 ，FBI 的后勤菜鸟，讲话总是抖个不停。If this is about the report you asked for yesterday, it'll be ready in 3. No, 2 days tops. 感觉他跟陌生人讲话都要鼓起勇气的那种。文件也有提到他的生活很固定，只有上下班出门，不太跟别人接触，应该也没有去娱乐场所的习惯。他的性格跟以往几乎所有万能型的主角相比起来，格雷斯是难得少数的性格缺陷。他的人格特质在短短的篇幅有好好的发挥出来。进去疗养院之后，没什么剧情推进，完全靠他的情绪在撑场，还有各种用心吓人的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我跟你很离水，然后逼玩家去做会怕的事情，也会得到格雷斯吓到的反应，增加代入感。不做就无法继续游戏。我不得不称赞9代的剧情过长，台词、配音跟镜头都很到位，好看到第2轮我还会停下来看，真的让我看得很入迷。It's a deal. 再来到了我觉得9代最厉害的地方，全系列外传都望尘莫及的游戏界史诗成就，9代硬生生的把拉昆市涨回来，这真的超级好笑。我第一次看到有游戏吃书可以吃得这么离谱，城市被炸掉可以再涨回来。玩到这里，我跟聊天室都议论纷纷，因为大家记忆中的拉昆市都长得不太一样。玩到旧版3代结束，他记忆中的拉昆市就是被核弹给彻底和平了。当初目的就是要毁尸灭迹，怎么想都是炸平整座城市，这是第一种拉昆市。另一种就是跟设定跟比较紧的那种粉丝，可能在哪部电影还是新的影集或是游戏某个角落，还有提到拉昆市的相关资讯，他会去佐证拉昆市其实没有被炸掉，还有残机等等。没跟到的人就会听不太明白。我是比较依照游戏演到哪就记到哪。去年为了安魂曲有做功课，特地去买扩散1拿来补，扩散2来不及打。他拉昆市最后面的景象就长这样，完全没有了，中间躲着一个不明组织在这边抓数据。但这就是恶灵古堡有趣的地方，总是会为了剧情需求吃书，已经习惯了。以前还特地出过安布雷拉编年史去统整一遍历史。这款游戏可以理解为卡普空官方重新编版的历史课本，2006年出版。当初补一堆洞补得很辛苦，威哥在1代被暴君用手挖肚子，挖到破出一个大洞，还可以若无其事拿着左轮逛街，一路赞叹哇这个病毒好屌。What amazing power! 还有黑暗编年史，克劳萨当初设定是里昂的作战伙伴，他是按照旧版4代的设定去做故事补完，重置4把克劳萨直接改为里昂的教官，他一直新兵新兵的叫。我等你很久了，新兵，来当我的活靶子吧，新兵！动起来，新兵！卡普空一直很懂玩家想看什么，拉昆市就是流量啊，还可以回收再利用，不停的制造事件。我回头偷看一下3代重置版的爆炸范围，我发现蛮合乎9代的现况，我很开心看到它涨回来。反正吃说要吃的精彩就好了，可惜游戏性从这边开始一路下滑，方舟有拉回来一点。他们用一张大图去填补里昂游戏时数不足的问题，这整整长达1小时多的僵尸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非常枯燥，大部分时间都在找东西。里昂虽然在动作视觉上明显变强，但是因为僵尸的设计不合理，很难打出印子，会让人觉得里昂反而变弱了。
牛头僵尸还天龙八部，这动作有够靠腰的。里昂部分还有一个严重到让我很匪夷所思的问题，几乎所有 BOSS 战的地形都给的超级窄，6场有3场有这个问题。而且 BOSS 战规模小到这到底算不算 BOSS 战我都不知道。如果连打胖胖这些都不算，那只有蜘蛛、汉克、暴君，还有最后决战，总共4场。对，只有4场。安魂曲的 BOSS 战真的是所有代数中存在感数1数2薄弱的。我很难理解这一块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如果有拿贾威哥出来玩1-2场，应该好很多。里昂整段打完，我最压抑的是，我居然打从心底不得不承认，格雷斯的部分真的比里昂的部分好玩很多。我觉得难过。这段特地加长里昂的游戏时速，真的很可惜，没有去加强他的游戏内容。还好骑车这段有安慰到我很失望的心情，整段娱乐度满分的桥段。再来回到警局，在座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看到这里直接起鸡皮疙瘩。我觉得这个回到警局的安排真的很棒，因为出过2代重置版，所以新入坑的玩家也能体会到这边的怀旧感。那对于老玩家，那应该是更多的回忆了，可能还包含20几年前的人生回忆。这是恶灵古堡第一次回到拉昆市的原点，一个令人惆怅又激昂的地方，情怀感也塞得很满。幸存的豆腐，JoJo 的钥匙，旧版马文倒在 JoJo 的置物柜，所以故意放一个 JoJo 的钥匙，这确实是跟 JoJo 有关系的梗。JoJo 是1代的真人开场电影，马上被狗咬死的 Stars 队员，名字叫约瑟夫·弗罗斯特。刚好帮他命名的神谷英树是 JoJo 迷，所以置物柜硬是凑了一个 JoJo， 里面还藏着一堆其他游戏的彩蛋，有快打旋风 Zero， 用狙击枪放大镜看得到洛克人的光碟，还有雷贝卡的照片也有，这些都是旧版传承的彩蛋，2代重置版也有留着。然后到了我之所以会很喜欢9代的地方，并不是因为回到警局的情怀杀，而是它有一个非常短的关键桥段，就是枪店老板跟他的女儿，还有之前的警局回忆。当你套入你所认识的里昂进去，2、4、6代戏剧电影《黑暗编年史》，我会觉得这份回忆在这个时机点整个沉重到不行。这些都是他当时无能为力、无法拯救的人民，而且他还抱持着刚加入警察的热情。这个事情光是用想象的，大概就能理解有让人多么的灰心丧志。我觉得这边这整段非常彻底响应《安魂曲》这个标题，虽然游戏指的是最后的解药，刚才的回忆对他至今的行动都有很强烈的呼应。在他人生经历过这么多次生化危机，虽然在4代可能没想到任务会跟生化武器扯上关系，6代的时候他已经所属 DSO， 持续到了9代，中间保持了13年，经历过这么多苦难，他依然出于自身意识，决心彻底对抗生化武器。所以以他经历对格雷斯说出的这一句话非常有力量。豪华版还特地加了5个文件去加强这点情绪。马文的女儿不幸最终丧命于拉昆斯。走到马文座位旁边，还有一段致意的台词。Lieutenant Brenner, Kennedy, reporting for duty. 我觉得可以用这2句话去总结里昂内心的想法。他比谁都更不愿意看到拉昆市的悲剧重演，否则他背负的灵魂无法获得平息，所以才有办法不顾一切去救格雷斯，找安布雷拉的麻烦，下手比以前更狠。Never again. 然后越玩到后面，我真的有怕到里昂是不是真的会以体力耗尽的方式退场，因为这是全新的故事，不是重置版。还好没有，只是把我搞得实在有点惊慌。已经出现幻觉，还放7、8只利卡，干这边真的是有够虐心。最后结局2选1，我没有感到愤怒，而是看见里昂如果哪天真的遭遇不测，他最后依然会贯彻他所选的这条路。这边我觉得很值得再看一遍。我不会因为喜欢的角色死了感到很生气，可是如果他真的死了，他是怎么样的死去，我会希望他不要有所遗憾。这边里昂最后一句话的精神，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过伟大而且深远。
I could save you. No! 也还好，这是个坏结局，可以马上读档。我没想到这边要选解放，变成一个意想不到的大反转。我的想法跟现场所有反派一样，一个不人道的科学家一定制造出最强大、最恶毒的病毒，然后藏在这里。结果没想到这是解药，而且药效性强到一打下去马上有用，有贾威哥亲身认证。贾威哥被维克多挥死之前还说你是个假货，挥完就退场了，变成伏笔。当下觉得还蛮好笑的，我没想到真人版电影的烂梗会反过来被游戏拿来用。而且葛雷斯应该有很大的几率也是复制人，即使史班社说他完全正常，搞不好是不知情。因为孤儿院事件从1990年就已经开始了，葛雷斯根本还没出生，所以高几率他可能是其中一个复制体。后面应该还继续使用这个新伏笔。这段解药的反转剧情，顺着刚看完采访史班社的情绪，会觉得这里没什么问题，但是事后从故事往回推敲，会觉得刻意的很不自然。等等再说为什么。最后打一场不怎么样的 BOSS 战，病毒猿跟3代一样是追击者，变身形态跟旧版3代完全一样，有很多条触手的形态，连死法都要一样。这边真的很帅，再看一次也不会腻。跟旧版3代一模一样的死法，一定要用左轮收头。This time, you ain't getting back up. You want stars? I'll give you stars. 这代故事最后的反转真的没有弄得很好，严重到无法推出人物的想法。史班社在前面好几代都已经是罪证确凿，安布雷拉公司倒闭，结果这次突然来个吃书大反转，一个完全不人道的科学家制造出拉昆式的悲剧，再制造出解药，就好像他捅你一刀，然后载你去医院，也不跟你说为什么。你问他，他跟你说因为心情好。而且解药是先有病症才有解药，这开发时间超级短。就好像因为玩家都印象他很坏，所以刻意制造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反转。这中间转变的原因也就这段采访而已，他已经后悔实验导致的悲剧，就这样很简单的一句话。我比较佩服的是葛雷斯他妈，还有办法坐在这里跟他冷静采访。他可是当年拉昆市的幸存者之一，扩散1、2代的主角。如果是我，早就站起来拿麦克风敲死他了。当下破完还觉得故事没什么问题，事后回想就觉得很多地方怪怪的。葛雷斯他妈也是辛苦了，能从文件上看出，因为他收下史班社的养女，感觉有随时保持着高度警戒在照顾女儿。他不累我都累了，死前还不告诉女儿文件是什么的原因，大概就是希望她不要被卷入吧。很可惜啊，作为拉昆市的幸存主角之一，就因为这样剧情需要死去了。剧情除了最后有一些瑕疵，大部分娱乐性都蛮高的。这代最可惜的地方就是里昂的部分没有做好。第一轮还虽享受到，但是第二轮开始补东西补成就，会越玩越燥的类型。我第二轮就超级不想面对里昂炸这个破门的桥段。耐玩度没有重置版2、3、4来的高，99重玩一次应该也是有娱乐性，虽然知道哪边会吓人。最后我很期待圣女密码重置的到来，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原本的圣女密码，主要是不太喜欢史蒂芬的个性，以及最终战跟史蒂芬的剧情战真的很搞人。印象还有一场在飞机上打暴君的也是，其他普通我没有特别喜欢的桥段，所以希望重置版把这些弄得比原本更好。而且圣女密码完全版有追加威哥的桥段，这次威哥得到超能力之后首次发挥的地方非常重要，可能还可以帮5代铺梗。如果5代真的要重置，搞不好安魂曲的复制体设定还会拿来用也不一定，反正都要重置了，弄得更精彩也不是什么坏事。总之很期待。所以整体下来我还是很喜欢安魂曲，优大于劣。我被很难得回到拉昆市这点命中要害，再加上这代可能是里昂的小总结，导致加了不少分。其他大部分都 OK 啊，里昂的部分真的不太行。那希望作为一个玩后感的心得影片分享，有让你们听到很值得的内容。我是 TG 讲游戏，感谢您的观看，下次再见，拜拜。
Hey, checking in. Good timing. Did you find anything on Elpis? Not yet. Nothing on the servers at the CIA or the Pentagon. Maybe we need a higher clearance.